好多40幾歲來的，然後就真的白內障很嚴重的，在20年前沒有那麼多，但是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了。然後大家對眼睛的依賴其實很明顯就是有加重，像我昨天也開一個從美國回來，單眼他就是白內障，另外一隻眼還沒有。对，他42歲而已。我們遇到過一個30歲的工程師，他沒有三高，他就單純在工作太認真了，他來動脈栓塞，靜脈栓塞比較簡單，靜脈栓塞可能打針他可能會好一半，動脈栓塞整個眼睛會失明。对，30歲沒有任何的基因的問題，那可以治療嗎？沒有辦法，動脈栓塞就失明了。過去我們談到了青光眼，我們談到了白內障，我們談到了黃斑部病變，特別談到了視網膜剝離，你會覺得那是老人家的病變嘛？你可能要到60歲以後你才要去擔心這件事情。可是沒有想到這幾年來這樣的一些狀況，包括黃斑部病變，包括青光眼，包括視神經的這個變化，居然越來越年輕化。有人講說你是用3C 用太多了，有人講說你是這個所謂的高度近視所造成。可不管怎麼樣，我們就要先搞清楚，當你的眼睛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你就開始有警覺。因為我們知道，包括視網膜病變，你的整個急救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你若過了這幾個小時的時間，你的視神經會大量的死亡。你若過了這個幾十小時間沒有進行雷射，沒有進行補救的話，你的眼睛可能就沒有辦法重新恢復。如果就像青光眼一樣，很多人一開始沒有警覺，當你沒有警覺，當你發現自己我好像有青光眼的徵兆的時候，你去檢查的時候，可能已經非常嚴重。眼科的病变最可怕的是，我們知道很多的疾病是可逆的，但眼科很多的病是它不可逆的。在不可逆的狀況下，你必須要提早的發現，你要提早的檢查，你要提早的治療，這對你的人生才會有幫助。那好的問題來了，那我們要怎麼樣子透過我們現在的視覺，我們要在怎麼樣的狀況下發現，我眼睛可能有問題了？而怎樣的狀況它是相對於黃斑部病變，什麼樣的狀況它是相對於青光眼，什麼樣的狀況是視網膜剝離？那我們這樣發現這個狀況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治療，怎麼樣去求醫，怎麼樣來警覺，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好，所以在這一段裡面，我們特別邀請了遠見眼科的院長張聰奇來跟我們討論。院長你好。寶傑哥好，寶傑哥好，大家好。好，院長，我們剛才講到，其實對很多眼科來講，我就覺得非常困惑是，眼睛有的時候本來就會有一點模糊啦，可是你睡一個覺又好啦，或者有的時候你睡午覺之後，啪的眼睛一長起來不見了，可是過一下就好了。那我怎樣的狀況是有問題，怎樣狀況是沒有問題？大家覺得非常困惑。那一開始當然我們就先找一些影片來告訴你，當你看到什麼樣的狀況，你就要開始有警覺，因為什麼是黃斑部病變，什麼樣是白內障，什麼是視網膜剝離，怎樣是老化，你看到的狀況，那跟你的這個所謂的病變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像我們來看第一張圖，就是第一張圖，我看了以後我嚇一跳，因為黃斑部病變是黃斑部病變，如果你正常人的視野，就我左邊這邊正常的每個方格都清楚，对。可是我如果說已經到了黄斑部病變，我到了右邊。对，我的整個眼睛中間是黑點，而且我的所有的線條是扭曲的。對，沒錯沒錯。寶傑哥呢，我們的黃斑部呢，就是在我們眼睛如果像相機一樣，它是一個相機它的底片。那底片上面呢，如果我們想象一下，它上面有一些污點，那或者是有一些變形的地方的話，那這時候我們洗出來的相片就會像右邊這個形狀。對，而且呢，我們平常要怎麼檢測呢？我們要兩眼分開檢測，因為當我們只有一點點病變的時候呢，我們自己兩眼好的會帶壞的眼睛，所以我們就感受不出來。对，我們有時候只是覺得，怎麼線條？我現在開車怎麼線條歪歪？但是事實上自己沒有分開檢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們做這個圖形檢測的時候呢，我們可以自己下載這個黃斑部病變的方格紙，在電腦上面隔大概30-40公分左右，然後注視中間的點，分開兩隻眼分開檢測，左右看。对，我們可以大概1個禮拜檢測一次，我們可以知道說自己眼睛上面有沒有一些細小的病變開始。對，這是黃斑部病變，所以大家都會懷疑說自己到底有沒有黃斑部病變，這是自己在家可以做的一個檢測。也就是說，我知道我們兩個眼睛，如果眼睛一個壞掉了，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他的左眼是弱視，他右眼是正常，可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弱視，是因為他完全他的左眼去 cover 他的這個視觉，習慣了，他等到有一天他發現不對勁的時候，他發現他右邊的弱視已經非常嚴重，已經沒辦法救了。对，所以甚至有很多老人家是這樣子，然後呢，他們已經一只眼睛已经黄斑部病变到已經瞎掉了，另外一隻眼也開始很差的時候，才會被拖來說你怎麼走路一直撞到東西。對，所以其實真的要，但是其實這是可以被預防、可以被控制的。所以真的要，所以其實我都說我們要回去南部看看我們的老人家，他們到底現在過得怎麼樣，然後帶他們去做個眼科檢查，因為年紀活得越大，眼睛的一些零件都會越來越差。好，那剛剛講再看一遍，就是這個是黃斑部病變，看了我有點嚇一跳，還好我現在沒有。第二個就是
當我的黃斑部病變的時候，跟他講會有這些症狀，這是症狀，對，會有這些症狀，就是我會有模糊，我會有黑影。然後我有變色，我覺得最可怕的是扭曲，它的線條會整個扭曲，它會扭曲，所以他開車就怪怪的，嘿，对，而且有些人是說看 Excel 表格啊，或什麼，其實很多年輕人有黃斑部病變，就看這個表格怪怪的，對，就出現這種問題了。所以當你看到有扭曲的時候，是你的黃斑部就可能是黃斑部病變。对，没錯。對。好，那另外就講了。黃斑部病變，你看它的顏色也會就我們剛剛前面不看嗎？對，你會變顏色。对，比如說你的正常顏色裡面，你的扭曲以後。顏色會變淡，沒錯，你的那個時候顏色跟顏色的邊際會變得更模糊。對，那我都把它形容說，我們像地毯泡過水一樣。地毯泡過水啊，對，地毯泡過水啊，那再退，就是即使我們打針完，我其實這個是可以被治療的。那像這個圖形是糖尿病的病變，那我們打針打了幾次針之後呢，它的水會慢慢退掉。對，可是呢，它造成的影響永遠都在，就是說水退掉之後，我們的地毯還是褪色的。所以我們要盡早預防它，不要讓它有積水。那積水有的時候要盡早打這個抑制血管針，讓它水退掉，不要讓它的黃斑部細胞一直泡在水裡面，那它的細胞會一直凋零掉。好，那剛剛講，現在很多人聽到的黃斑部病變、紋色變，因為你剛剛講，我只要想象我看的東西是這樣，線條扭曲，中間有黑點，我想光開車你就走路，那個對你的心理壓力都非常大。那另外現在越來越多人，像我現在這個年紀，我的朋友幾乎都有白內障，沒錯，然後都要換水晶球，沒錯。那這個就是白內障，白內障之前的那個水晶球，它會混濁，對，所以如果我要怎麼樣去感知到說我有白內障，是我看的東西就開始變模糊嗎？對，它變成說它會慢慢，而且這種是漸進式的啊，所以慢慢的變模糊，然後顏色會變淡，然后晚上的視力會變差，然後老花看東西會覺得一直要調整焦距，對，那這就是白內障的早期症狀。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在眼科經由醫師確認說是不是白內障，甚至其實現在年輕化，像我下個禮拜要幫一個13歲的小朋友開白內障，13歲，那我上禮拜幫3個40幾歲開白內障，所以基本上現在白內障是一直在年輕化了。對，那年輕化可能跟那這個小朋友當然是因為他先天上的一些基因問題，對，還有就是他點的藥水問題。那另外呢，40幾歲的人大概就是3C 產品過度使用，或是本來的高度近視。對，那所以現在以前阿公阿嬤，像我爸媽他們年代都70、80歲才會開白內障，對，現在很多40、50歲就需要開白內障，太多了。所以你剛才講把我嚇一跳，就是說，我現在白內障，我以為說我因為我們講視神經就是你的水晶體渾濁嘛，渾濁就等於說我今天那個片子倒進去以後，我的那個等於鏡片，對，鏡片是髒的，鏡片渾濁，我當然看不清楚。對。可你說重點是我到了晚上我會視力更糟糕，變暗，因為這個水晶體呢，它是本來是清澈透明的，那裡面是像蛋清一樣，但是呢。它隨着時間呢，它慢慢的被煮熟，變蛋白了啊，变蛋白了啊。那變蛋白的時候，光線都透不過去了。对，那光線透不過去的時候，它當然就是晚上就會變得很暗這樣子。所以你的形容說那個白內障是你的水晶體裡面的蛋白質，對，蛋清，對，蛋清變蛋白被煮熟了。好，那另外一個就是青光眼，像我自己也有青光眼，而且我是沒有任何徵兆，我是做了體檢之後，我做了這個眼底攝影，他才跟我講，哎，你有事，所以我現在也在定期檢查之後，跟我也覺得開始警覺說。原來你今天是青光眼，導播在看的畫面，是青光眼一樣。我在做左邊的時候是非常正常。原來青光眼是你的視線會越來越窄，對，越來越窄。所以這是好事，然後寶傑哥早點發現，就早點被控制。所以寶傑哥現在的視野就像最左邊那一張這麼好。但是呢，如果晚個30年發現，那可能就變像右邊那一張。對，所以其實現在的科技發達，一旦被發現青光眼，其實基本上我都可以說啊，你不會失明了。99.9%人都不會了，因為現在藥水太進步，現在科技太進步，但是就怕太晚發現，所以定期檢查很重要。那我都說現在的青光眼，我都說他如果說是從100分到0分變失明的時候，那寶傑哥是在大概80分的時候就被發現。我都說視野檢查是在60分不及格以下才會有視野問題。那寶傑哥現在是用視神經纖維層厚度的掃描，看它厚度的變化，看有沒有從80分往60分前進。所以寶傑哥永遠不會像右邊這張圖一樣，永遠不會。對，只要有毫控，永遠不會。因為我小時候聽到的青光眼根本就是眼科的絕症，好像得到了這個青光眼，你下一步就知道跟失明做一個等號了。對。可是你要講，原來青光眼是一個很大的 range。對。因為它青光眼根本就是你的視神經慢慢變薄，沒錯，開始受到損害了。沒錯。可是你的視神經還沒有到那個點的時候，其實你是可以看到完整的。沒錯。就算稍稍受損，我可以讓它止跌，不要再下去。沒錯，它是很容易被控制的，所以而且。但最重要的是青光眼的普及率太高了，是5%哦，所以我們一整個辦公室裡面就會有好幾個人是青光眼，只是說沒有被發現而已。所以青光眼病患是非常多的。
所以其實是很多隱性的或沒有被注意到的，要檢查才知道。好，那這張圖我有可能辦，就是說，是當你有青光眼，是你也有可能它是等於說我有複合性的。對，所以就這樣講，我的正常是左邊這個，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有黄斑部病變，我又有青光眼，我就會整個這樣子扭曲起來。這個就是運氣很差了，但是這不是不會發生，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就尤其是高度近視的患者身上。對，常常因為高度近視會有4大病变，我們從一個眼球從最前面會有早發性白内障，然後會有视网膜破洞造成视网膜玻璃失明，然後會有黄斑部病变，然后会有青光眼视神经的退化，所以。這個高度近視就有這4大病變，然後都會失明的，所以最好是不要高度近視啊。所以但是很多高度近視人進來就會說，那醫生我高度近視，我現在該怎麼辦？我現在可不可以預防？我說沒有的預防，預防在你小時候就該預防了，不要讀那麼多書。那現在呢，你只能夠每年來找我看一次，我們幫你好好檢查有沒有這4大病變這樣。對。好，那你可以提到說，我不管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部病變，我可能都是慢性，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你說有一個講的，我覺得非常可怕，它就是視網膜病變、視網膜剝離。對。而視網膜剝離的時候，等於說一開始我們覺得我們都會有一些飞蚊症，像我眼睛会有一些飛蚊症，可是我去檢查，他覺得說還好，你的視網膜的這個所謂的狀況，那個粘着度都還好。可你說，如果真的你發生視網膜病變的時候，你如果不能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雷射的話，你会跟失明。对，我們把視網膜想象成我們眼球裡面那個視網膜，它貼在最後面，它像壁紙一樣。那它是從後面的牆壁接收養分，它也是我們影像的集中的一個區塊，接收影像的區塊。那如果它從後面的壁紙剝落，壁紙從牆壁上剝落下來，那它就會喪失養分的供应，它就會乾掉。所以呢，假如說我們這個視網膜剝離超過3天以上的時候，這基本上視網膜都開始漸漸枯萎了，再貼回去的視力都已經大幅受損，可能回不到0.5以上了。所以我視網膜，比如說我今天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然後那我如果不能馬上開刀，不能馬上雷射，今天晚上就要進去開刀了。所以我們以前在醫院常在當天晚上就進去開急診刀，就是眼科醫師就是會開急診刀，就是半夜視网膜掉下來，就白天掉下來，半夜進去開了。所以視網膜剝離是要去搶時間，沒錯，跟失明搶時間，沒錯。越晚一天，就是說我只要晚一點點時間，都會差一些，它的神經就一直在剝落。但是也不要給醫師他，因為現在你像員工，现在護士不好找，就是大家還是有勞基法，所以現在其實，在醫院很難當醫師啊。就是我知道病患大家都很趕，可是呢，我們還是要就醫院的現有狀況去調整。但是大部分來講，都會在1天左右把這個刀開掉了。好，那你剛剛講的視網膜病變那麼可怕的話，就是我們導播再看一下剛剛畫面，就我要怎麼樣開始去感知說，我的眼睛開始會有問題？因為一開始講說我會有飛蚊症，然後開始眼睛會有一些的這種所謂的小小的黑塊。那我要到怎樣？比如這個是不是就飛蚊症？對，這個就是飛蚊症。那我的飛蚊症要到什麼樣的狀況是變成？因為你說現在的過猶不及，有的是我有1、2條黑紋，我就趕快跑去找醫生，就沒那麼嚴重。有的已經很嚴重了，我才去找醫生已經來不及了。對，所以看變化最重要。变化，那但是其實如果说突然变出1-20隻飞蚊，然後又伴隨閃電，這種閃電，對，閃電就是我們的玻璃體在拉扯視網膜。因為視網膜會掉下來，不只是有一個破洞，它還有一個拉力才會有破洞。所以我們眼球中央這個膠質叫玻璃體，有些人的玻璃體就是特別的粘稠，這是屬於先天的。然後呢，又伴隨這個人高度近視，視網膜變比較薄，它就比較容易拉破洞。那拉破洞的時候呢，它這樣拉扯的時候，我們眼睛就會閃一下，閃一下，就眼睛閉的時候也會閃一下，閃一下。然後又有很多的飛蚊的時候，這個跡象實在太明顯了，任何人都知道應該要找眼科醫師，但是有些人就是懶得不得了視网膜掉下來的時候，他就說醫生，我真的覺得怪怪的，他已經失明了，就是要趕快緊急開刀了這樣。但是有些人真的太敏感了，1、2隻都在那邊說醫生，我來看眼睛了。我說你怎麼每天都來？你不用每天都來好不好？你這沒事好不好？那所以其實基本上都是我們要看變化，就是說突然之間變出很多隻的時候呢，突然變很多隻，对，那或者是眼睛有不正常的閃一下，说眼睛閉着也會閃的時候，那這時候都是一些跡象，都要趕快先檢查。而當開始有點小破洞的時候呢，用雷射把它補起來，就不會越來越擴大，就不會掉下來了。那我弟說，那怎樣叫多隻呢？我們剛剛看到畫面，1隻、2隻、3隻，大部分的人越高度近視越多隻啦，所以就是看變化。就是如果說現在有3到5隻，那醫生檢查過沒事了，那我們就安心，那就每年定期健康檢查1次。但是如果突然間現在3隻變10隻了，那肯定要檢查了。好，那你曾經用這個所謂的照相機來做形容。有的照相機從開始的鏡頭，然後開始這個底片，也就是我們的眼睛，在某些地方就是比如用照相機來形容的話，
我要怎麼來看待我的眼睛？對，那我要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知道我的眼睛跟照相機裡面哪個部分出問題？对，那眼睛真的就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照相機哦。我們如果從最前面開始的時候，這個鏡頭，其實我們眼皮會扎的時候，這是像我們就乾眼症，就是如果我們眼皮沒有在扎，然後沒有一個正常淚膜分泌，那就是乾眼症。那所以呢，就像我們鏡頭裡面的東西在擦一樣啊，就是眼皮就這種把鏡頭擦乾淨。对。那可是呢，這個鏡頭呢，如果變髒污的時候，那個叫白內障。啊，所以這個鏡頭我剛形容就是淡青變淡白，慢慢這個隨着年紀一定會被太陽光煮熟，所以我們出門在外戴太陽眼鏡很重要。那不要讓它眼睛太快被煮熟，它3C 產品盡量少用哦，也會把我們的這些有些藍光也會把我們的白內障慢慢的煮熟，但是沒有大規模統計，但是很顯然的，現在人用那麼多3C 產品，白內障早發看起來是有一點相關性的。對。然後另外呢，我們到眼睛裡面叫玻璃體，玻璃體有些飛蚊。算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有很大量的飞蚊突然產生，那可能就要檢查周邊的視網膜。那視網膜如果有破洞或者糖尿病病變，我們就要去做治療。然後到裡面的最裡面的底片的時候呢，那這是我們的黄斑部。那黃斑部上面我們就，如果說黃斑部有任何的扭曲啊，或是污點啊，就是黃斑部病變，那這時候我們看東西就會開始覺得怪怪的。对。那最後到後面的視神經，視神經就是我們的傳輸線，就是青光眼位置。那假如說呢，它青光眼越來越發作的時候，越来越嚴重的時候，它就傳輸線會從周邊開始一直被受損，一直只剩下中間的視野。对，所以這整個眼球就是這樣子，就相機接傳輸線接到我們大腦去這樣子。好，那你剛剛特別提到說，這些不管青光眼啦、白內障啦、不管視網膜剝離啦、黃斑部病變啦，它其實都有越來越年輕化。你下個禮拜居然還有14歲的、40歲的，對。現在這種年輕化的狀況有多嚴重呢？其實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嚴重，害我都覺得我自己是有白內障的，就是對我現在看好多40幾歲來的，然後就真的白內障很嚴重的。对，以前其實，在20年前沒有那麼多，但是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了。然後大家對眼睛的依賴其實很明顯就是有加重。那大家對於像我昨天也開一個從美國回來，他也是就單眼他就是白內障，另外一隻眼還沒有。對，然後42歲而已，就是蠻多，太多了。好，對。那你不要說台灣現在眼科的疾病其實比其他國家有的時候來更嚴重。對，因為台灣的高度近視是全世界最高的。好，那我如果高度近視，怎樣？多少是高度近視？其實500度以上算高度，500度以上的，我自己本身也是500度嘞，500多度嘞，所以我算高度近視哎。对，以前都覺得500多度很正常啊，事實上500度在國外就已經是名列前茅嘞。對啊，500多就在。對。那如果是1000多度怎麼辦？就超高度啊，就超高度。對，那就是非常危險，非常危險。好，那比如說，假設說我已經是500度，或者說我現在1000度，對，那我做雷射，我把它都薄啦。都正常啦，我看清楚啦，對，那我是不是就正常？還是說你是高度近視，你是500度、1000度，不管你做雷射治療沒有做雷射治療，你都會比別人更可能有眼科病變？沒錯，那我們的近視呢，就是因為我們眼球呢它變長，就是我們一直不斷的用眼的時候呢，小時候用眼，它眼球就會越來越長，因為它生長激素用在眼球，所以我每次都形容說，我每次都跟小朋友講，因為現在我們的小朋友近視控制太重要了，對，那當他身體有很多生長激素的時候，他如果去外面跑跑跳跳，他就會長高。如果他用在看書，他眼球就會變長。那變長就是眼球像吹氣球一樣。對，當你眼球越長，度數越高。所以呢，的確越高度近視，眼球就越不健康。所以剛剛寶傑哥講的就是，當我們想說啊，反正有些家長說啊，反正近視就算了，就戴眼鏡就好。是的，當你們越多100度、100度、100度的時候，我們有這些病變的幾率是一直指數型上升走。好，所以1000度的人絕對會有很多問題。比跟300度人比起來，絕對會很多問題。所以，而且這就不是只是單純做雷射就好，因為單純做雷射只是在我們角膜上面雕刻我們的度數，讓我們前面不用再戴眼鏡了。可是呢，整個眼球還是一個吹氣球，吹成很膨脹，它很脆弱的一個眼球，所以這些病變都持續存在。所以從年紀還小的時候把度數控制住，所以我每次都要欺騙小朋友，不要說欺騙了，就哄這些小朋友說：你看你現在正在長高的時候，你去戶外打球，你就會變高、變帥哥、變美女。你再多蹲在那邊看書，你就變青蛙，眼球會凸出來。對，你要選擇哪一種人生啊？他們家長就很開心，就我們要這樣，醫生要哄小朋友，哄給家長看。可是我好奇的是說，那台灣的近視這麼嚴重，是跟我們的基因有關係？還是說我們真的是戶外運動太少，我們太少出去運動？有很多種因素合在一起，就是說我們亞洲人的華人族群的確比較容易近視，然後再加上我們是科舉制度，就10年寒窗勤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那整整10年時間，
都在那邊讀書，對，然後呢，我們又是寫繁體字，繁体字又比較繁瑣。那我們小时候只要一不乖，就我的名字又特別繁瑣，每次叫我重寫3堂，我就哇，真的痛苦要命啊！在國外 ABCD 26個字母，從來沒有人叫你寫這些字的。對，那他們上課時間就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我們是從早上7點到下午5點繼續補習啊，所以我們一整天都在看近的，又用繁體字，還有科舉制度，到大學才解脫。這基本上就是一個最好的溫床，高度經濟溫床就是這樣子啊。對。好，那現在剛剛講到的，很多年就，等於說超高近視是一個不可逆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比如說超過500度，你可能都要定期去做檢查，你一定要把，因為你說不管是黄斑部病變，不管是青光眼，你所有的可能都會有。好，那我們在講呢，現在很多人開始講青光眼是一個隱形的哦，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像我就是這樣，因為我們過去都知道說青光眼是你要高眼壓。是，你的眼壓可能要到18、20、22，你才可能青光眼。可是我的眼壓一直都壓在12上下，或者有時候11。這就叫低眼压性青光眼。所以為什麼會被發現？這就是現在科技的進步。所以我都說，形容以前的青光眼醫師有點像算命仙，就要看着你的视神經盤，然後要看着你的眼壓，就覺得我要猜測說你可能過20年之後會有視野缺損，你可能會視神經失明。我說現在不用了，現在我們可以單靠視神經纖維層。對哦，連小學生都會看，就說啊，原來這個視神經纖維變比較薄了，那這個人開始可能有青光眼了。对啊，這時候就開始控，那接下來就變化，變化最重要。我們現在視神經纖維層有80分的厚度，那它如果2年之後變70分，那肯定在退化嘛。对，那我們大概就每半年追蹤一次，因為有些人的確先天就長那個樣子，那所以變化才最重要。可是以前單純靠肉眼看的時候，根本不準啊，所以單純靠肉眼看我們的視神經到底長什麼樣子，根本不準。但還是有準的，但還是有它的用處啊，因為這個可以大規模篩檢，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斷層掃描，因為這種斷層掃描太貴了。因為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去做檢查，你要做眼底攝影，眼底攝影這是過去式，但是眼底的斷層掃描這是現在式，而且還有分機型的高階，因為越高階的它可以偵測你越細微的變化，它可以真的做到系列性的追蹤非常細微的變化。對。所以你說現在光做眼底攝影還不夠，還要做眼底的斷層掃描。眼底斷層掃描太重要了，对，太重要了。那才可以清楚的判斷你的狀況。因為眼底攝影只能看到表象而已。就像我現在看，我當一個內科醫師，我看你這樣好像，結果你好像沒什麼問題。可是你要照斷層掃描，還是要說我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啊？對。因為有些小病它不是只是看表徵，所以以前都看，我就拿一個聽筒聽你的理學，看有沒有哪裡或壓有沒有腹水。對。我們直接照一個 CT 不是最快嗎？而且可以看到那種很小的病症，還不會引起身體的病症，我們就會照得出來啊。好，那現在在講青光眼的時候，還有一個是說，因為跟你的眼壓有關係。那跟你的眼壓有關係，你就講，你不要做重訓，你那個重訓的時候，你的全身壓力都會變大。那眼壓力變大，你眼壓會變大。那所以說，你的眼壓變大了以後，你就會因為重訓的關係，會造成你青光眼，是這樣嗎？因為它的假想是說，我們這樣用力的時候，他可能眼壓會上升，壓迫視神經。可是呢，我們也沒辦法重訓太久。比如說但這些人還是會有點疑問，說他會害怕。我說沒關係，那我們現在就多舉一點，就是說多次，然後減少重量，就是不要憋氣憋太久。對，但事實上其實這很難造成嚴重的傷害了，因為你不可能憋氣憋太久，沒事不會一直憋氣嘛。对，但是我們還是要讓這些人安心一下，說我們就舉重多吃一點啊，然後我們的重量用少一點這樣子。对。就像我就覺得我最多1秒鐘就結束了，也不可能。對啊，他不會舉太久了，而且其實這樣子讓血液循環，有運動總比沒運動好，所以運動是有幫助。對，所以我都勸很多青光眼的，所以很多青光眼患者問我說要怎麼樣保養，我說其實要怎麼樣不保養，就是說當你有三高的時候，當你的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因為視神經那邊有很多血管，當你循環不好的時候，你就會變成青光眼比較嚴重。好，那所以我就很多患者聽到啊，我們要循環好是，那我就跑馬拉松，就一跑就跑了六大馬回來，我自己都還沒跑完，他就跑完6大馬回來，所以這些患者有些時候真的很認真的。那跑這個東西真的有用嗎？其實還蠻有用，因為他的循環就會好啊。那不管有沒有用，他對他人生是有用的啊。對。好，那現在講青光眼，我們剛剛講，你現在台灣的病變很嚴重哈，就是我們台灣的高度近視非常多，然後另外還有一句講說我們的3C 使用的比例非常高。那在講到青光眼或者眼部病變的時候，有一個講說，第一個你的3C 產品，你的手機不要用太久，不要用太近。還有一個特別強調是，你千萬不要在黑夜的時候，對，沒錯，晚上關燈，就晚上關燈只看那個，真的很傷眼睛。那很傷眼睛，所以那很傷眼睛，很傷眼睛。就是像我們有人會拿手電筒一直照自己眼睛嗎？而且照3個小時不會嘛？可是，在拿手機看就是這樣子。
如果當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旁邊那個人一直在用手機的時候，說怎麼那麼亮很煩，就想把它敲下去，就要趕快睡覺。但是事實上我們自己看的時候都不自覺，就一直看，因為太認真了。所以這些光線呢，第一個我們這個藍光會造成我們的褪黑激素會混亂，所以我們睡眠就不正常，就變成睡不着覺。那第二個就是它會一直穿透我們的水晶體到我們的黃斑部，那這時候会對我們這些都会造成我們的眼睛裡面的實質上的傷害。所以晚上睡覺滑手機真的是很要不得啦。那好，那晚上睡覺不要滑手機，那我把燈打開會不会好一點？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就睡不着了，因為眼睛也需要休息，因為睡眠就是一個休息，讓整個身體恢復啦。那如果一整晚就只睡一點點，那眼睛也是沒辦法恢復啊。不管怎麼樣，就是你現在這個生醫產品，你如果在黑夜裡面，你没有其他的光源，你只有手機的光源，然後照你的眼睛，一定會造成很大傷害。那你剛剛講說，特別用照相機來形容我們的眼睛，那就是光學。是光學，你還特別提到了白內障，白內障就是把我眼睛給煮熟了。那也就是說，我晚上看三 C 產品，那個光是有也會把我的白內障給煮熟嗎？雖然沒有統計上，因為現在手機才剛出來這10幾年嘛，那所以沒有統計上的大規模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發現那麼多人開始有提早白內障，這可能還是有一點關係的。對，你覺得這個是有關係？因為3C 產品這樣一直照，其實這光線都透過我們水體一直進到黃斑部去的，所以這的確有可能光害的累積是有可能的。对，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另外你還特別強調，就是說，現在大家特別強調說，我出門一定要戴墨鏡，特別是運動的時候。那運動的這個，當然運動對身體是好的。是，可是你如果運動，你如果沒有，特別是爬山，我後來才知道說，原來爬山的紫外線非常強。對，那個對你的白內障或對你的眼睛的、都會有影響，都有影響。那其實我們的水體會是第一線受到這些光害的影響，所以以前南部的一些農夫，他們的白內障都很快就煮熟了，就很快就很嚴重了。所以紫外線對這個白內障的確有絕對性的影響。所以出門打球幹嘛，就戴個太陽鏡稍微遮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剛剛講。那如果我知道說光線對我的白內障造成很大，那我還要怎麼樣子要小心？除了剛剛講我的高度近視，所以有光線，因為你剛剛講白內障越來越多，那我要怎麼樣去預防，或者我去怎麼去保健我自己的眼睛，不要及早的。對，像寶傑剛剛講的是出門要在外要戴太陽眼鏡，但是事實上現在人都太少出門在外了啦，都躲在辦公室裡面啦，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多出去曬曬太陽哦。所以不是因為太陽有害，而是我們身體需要這些太陽，我們要產生我们的多巴胺，讓我們身心比較愉悅。對，其實愉悅對我們的身體就比較健康哦。然後另外，我們有去運動的話呢，其實我們的抗氧化能力會比較好。對，然後我們可以借由食物的補充，維他命 C、維他命 E，也會讓我們的眼睛比較不會太快氧化。所以呢，我們還是要多去戶外，讓自己身體血液循環，然後戴個太陽鏡去戶外，這是最好的，而且身心比較好。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常進來看到。就是有些病患就整個眉頭深鎖，說我眼睛不舒服。事實上，我就覺得其實你心裡也不舒服，你應該去戶外曬太陽。對，原來剛才講的，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三高，你的這個所謂的體內的循環，這個東西跟我們的眼睛也有關係。沒錯，對，還有心理有關係哦，心理跟生理其實互相影響的。對，好，那剛才講我們講到了青光眼，也就是說。青光眼可能你有先天，你的這個整個視神經，你是隱形的，你要非常小心。然後呢，剛剛講到的這個所謂的白內障，那另外就是現在也有很多人聽到了這個黃斑部病變、聞之色變。那我看到那黃斑部病變的時候，剛剛講看到這個畫面，我是把我給嚇死了。那怎麼樣？現在的黃斑部病變的比例高嗎？那大概其實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那甚至就是說。我們現在黃斑部大概分4大疾病啊，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老年性黃斑部病變，它這是不得已，它是越來越老，它就越來越可能產生這老年性的新生血管黃斑部病變，那它需要一直打針哦。那另外不要打針，要一直打針，打針就打抗新生血管藥进去，打到眼睛裡面，对，打到眼睛進去，這樣從眼球眼白的地方刺進去。那像我自己本身1個月打100多支針，那它是很安全的，我就這輩子我打1萬多1萬多支針了，那它是安全，但是呢，它是可以控制眼睛的退化的，所以很多老人家他們都來被檢查出黃斑部病變，然後跟他說這不會斷根啊，他們就覺得不會斷根，那我就不要醫了啊，結果再回來的時候就失明，所以他們每次都沒有聽到第2句話，就這個不會斷根，但是它可以被控制，你要持續打針，你就可以一直維持現在視力，當你不打，你過2年就失明了，对哦，所以這個要持續控制。好，那第2個就是中風，眼睛的裡面的血管會中風。中風之後眼睛會突然黑掉，所以我們要控制我們的三高哦。然後呢，另外就是我們的高度近視產生的新生血管的問題。
對啊，所以在這邊的黃斑部都會產生這些各種問題，甚至我們還遇到過就久坐不動的，像我們在足科工程師那邊，我們就常常發現這些因為久坐不動而造成眼中風。剛剛講的是靜脈中風會有，但是我們有聽過一個叫經濟艙症候群，對，就是你有聽過說下肢對坐太久了，那會栓塞，也有那種網咖坐太久，打電話打3天3夜之後，整個暴斃了。眼睛也會，我們遇到過一個30歲的工程師，他沒有三高，他就單純在工作太認真了，他來動脈栓塞，靜脈栓塞比較簡單，靜脈栓塞可能打針他可能會好一半，動脈栓塞整個眼睛會失明。對，30歲沒有任何的基因的問題，那可以治療嗎？沒有辦法，動脈栓塞就失明了。所以，我們真的要多起來動一動啊，就每25分鐘起來動個5分鐘，不要坐那邊坐10個小時。即使是年輕人，也熬不住這樣的摧殘的。你聽到眼中風很可怕，是我能不能再仔細講，怎樣是眼中風？眼中風它的症狀，或者說它會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過程，漸進的過程？其實大部分的眼中風都會有一些跡象，就是我們的三高沒有好好控制啊。三高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這些的。那它的因為眼睛的血管很細，眼睛是全眼，就是眼睛呢，它是我們的等于說全身可能血管最細的地方了。然後它也耗氧量最大，所以我們常常會血壓一變的時候，就突然眼前一黑，就快要暈倒，就是因為眼睛的耗氧量最大。那這些血管呢？它可能會某些東西，它可能有點，高血压血管會變窄，然後呢，如果我們有高血糖、高血脂，上面可能又比較窄的時候，這時候就有可能就突然塞住。對，突然塞住的時候呢，如果是局部的那還好，如果是全部的，那就產生整個就中風失明了。所以我不但是心臟會栓塞，腦部會栓塞，眼睛也會栓，而且像有些糖尿病的病人呢，我們像20幾歲，有時候我醫治過一個20幾歲的女性，這些年輕人就是這樣，就鐵齒。其實我們年紀越大越怕死啊，那年輕人都鐵齒，他們說啊，反正我死了就算了。啊，事實上我都要我每次都要苦口婆心跟他們講說，放心，你不會死，你會先失明，會坐輪椅，會截肢，會洗腎，你就死不掉。哎，所以每次要這樣恐嚇，你會活得很難過。對對對，我都每次要這樣跟你講，你就死不掉就對了，你就是要洗腎跟失明就對了，他截肢，哎，所以他們就才會乖乖的做治療。每次都要這樣子哄他們，真的有點對。但是眼睛真的是裡面的血管都會有問題，所以這時候檢查就很重要，所以我們過40歲之後呢，每年的定期檢查，我們可以有一張眼底的照相拍照，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有沒有這個三高，有沒有可能眼睛中風的跡象，有沒有一開始就可以及早發現，對，這樣子。那我們在看到眼科疾病的時候，你剛剛講，其實很多的疾病跟眼科疾病是有相關性的。你剛剛講的三高，對，特別你講到糖尿病，對，你的患者裡面有很多是糖尿病嗎？非常多，非常多。糖尿病跟眼科之間，就是說這個中間的關聯性，它造成的高不了，它會造成黃斑部病變嗎？還是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因為糖尿病呢，就是我們的全身的血管都泡在糖水裡面，所以這些微血管會先出問題，腎臟會先出問題，然後眼睛的微血管會出問題，那這些血管就會開始有滲漏，那滲漏之後，那它血管也會開始就萎縮掉，那就會產生新的血管，新的血管啊，這些新的血管呢，很容易變纖維化，就變視網膜剝離，纖維化把視網膜扯下來，所以最終就是失明。所以在這之前呢，我們就要去控制它，所以要把糖尿病，那一開始會有打雷射啊，現在打雷射跟打針就可以控制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最怕是他們沒有及早治療，對，而不是怕說，所以及早治療、及早控制很重要。以前我們常開刀去救治這些糖尿病的患者，可是後來呢，有打針跟打雷射的一個發明的時候，這時候我們需要開刀的病例就少太多了，所以可以光靠前期的打雷射跟打針就可以有效控制這些糖尿病的病人走向失明。所以我本來以為說你糖尿病會造成黄斑部病變，你說糖尿病也會造成視網膜剥離，視網膜剝離跟糖尿病有關係是最多的。那是最後一步了，最後一步了，就是因為這些血管會一直不斷的長，然後長出來之後它會慢慢的纖維化，這纖維化呢，那我們的視網膜其實很薄，比衛生紙還薄，那這些纖維化很粘稠，會把它扯下來。那所以呢，眼科醫師最厲害的就是我們可以進去把這些粘稠的地方把它剝離，又把這個破碎的視網膜貼回去，讓它恢復視力。所以這個刀是非常難開的。那但是呢，不要搞到這麼最後一步啦。是，我們常常講陽光、空氣、水，當你這平常存在的時候，你沒有感覺。對。當你沒有陽光、空氣、水的時候，你就完蛋了。真的。你說視力也是一樣。而且。其實，在治療眼科的時候，那是一個長期非常挫折、非常難過的過程。不要講黃斑部病變，你眼睛看不清楚。你剛剛講的會扭曲，包括青光眼，你的視覺會越來越窄。我聽到很多朋友，
我之前是看到了這個有人講說他得的這個所謂的視網膜剝離，好慘哦。是，他去治療，點完以後不是這樣就算了。對，他說他趴在那個床上，對，趴1-2個禮拜，動都不能動。对，這麼嚴重？对，我以前也是常在開這視網膜剝離的時候，因為我以前是視網膜專科的。那這些患者其實他們來的時候，他們當天來看診的時候，我就說你明天不用上班。他說啊不行，我明天要上班。你現在就今天晚上就要幫你開這個刀了，不然你接下來你視力會大幅的一直衰退。然後他們在醫院開完刀之後，隔天回家趴1-2禮拜之後，趴1個月，他們就開始冥想，想人生，想幹嘛了。然後好事是视網膜貼回去啊，然後他們有時候會發現說，那接下來他們工作就開始調整，就開始去享受人生。這也不是壞事啊，但是有些人視网膜貼不回去，我們還是有遇到過視网膜一直在掉下來的，那這時候就得再開第2次、第3次。對，這就真的很挫折了，真的很挫折。对，所以一開始在视网膜掉下來的範圍還窄的時候呢，可以先用雷射，然後開刀，這些都可以讓他得到還不錯的視力，但就怕太晚開。那為什麼我視網膜剝離，雷射回去就好了？為什麼我要趴那麼久？還有，我如果視網膜剝離1次以後，我就很容易有第2次、第3次、第4次嘛？它的視網膜如果因為視網膜是先有一個小洞，然後這個小洞用雷射補就好，但是如果視網膜整片掉下來的時候，就補不上去了啊，這時候就得開進去，先把它推回去，再補上雷射，然後裡面要灌氣把它撐住啊，這個氣會被吸收，大概2個禮拜被吸收掉，所以要趴2禮拜。是吸收那個氣，而且這2禮拜就不能坐飛機，因為我們上高空的時候氣會膨脹，對啊，氣膨脹它就會不舒服這樣子，对，所以他在家趴2禮拜。好，那我們剛剛講到了，像白內障這個當然都非常嚴重。可是這裡面之前有沒有一些先期的比較簡單的，或者是說感覺上沒那麼嚴重的？它其實要告訴，比如說像乾眼症，是我也有乾眼症，而且蠻嚴重的。是。那這乾眼症現在有多普遍？而且非常普遍，因為現在3C 產品的應用，其實以前的大概20年前，什麼叫電腦視覺症候群？一天用2個小時電腦就叫電腦視覺症候群。2個小時，現在2個小時才剛剛熱身而已，現在都10個小時哦。那所以我們看電腦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平常正常的時候眼睛會一直眨，一天1分鐘會眨16下眼睛。當我們看電腦很認真的時候，會忘記眨眼，1分鐘只會眨3到4下。那這時候呢，我們眼睛本來要眨，要淚水跟油要流出來，結果它油脂孔就塞住了。那塞住之後，它越來越難流出來。那這時候就變成一個長久性的一個缺油型的乾眼症。对啊，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反其道而行？就是我們平常要刻意眨眼，我們要每25分鐘休息5分鐘之外呢，我們要熱敷眼睛，讓那個油脂是融化掉的。那熱敷要時間要夠久，要10分鐘，然後溫度要40度，那它才會徹底的溶解。40度。对，40度，然後差不多10分鐘左右，那它才會慢慢的流出來，然後有一個壓力存在，然後這時候也剛好讓我們的肌肉可以放鬆。對，然後平常看電腦要刻意眨眼。然後多喝水，或者叫大家你就多喝水就對，因為你要多喝水，你才會去倒水，然後倒水你才會上廁所，然後才會跟人家講話，因為就這樣走來走去的，你就不會一直坐在那邊。而且你講到重點就是，我一開始乾眼症的時候呢，就給我點人工淚液，是，而且人工淚液我還去買那個玻尿酸型，還有單支裝不含防腐劑，等於說這個拋棄式的，對，我覺得都沒有用。是，我覺得後來對我最有用的是用我熱敷。对，就是熱敷对我來講，去治療我的乾眼症是最好的保養。對，還有吃魚油，因為魚油的話，對我們，因為我們分泌出來油呢，品質更好的話呢，它可以讓我們的淚液膜更穩定。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吃魚油，那不然說魚油對我們的心血管疾病也會有幫助。對，所以我們這個年紀不怕死，怕中風，心血管疾病很討厭。那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吃每天有吃1顆魚油。對我的乾眼，所以像我以前是到40歲的時候，就眼睛乾到沒辦法戴隱形眼鏡哦。對，所以我後來就做雷射。那我現在到快50歲，我還是一樣，就每天不用點人工淚。我覺得跟吃魚油是有關係。對，你說你有乾眼症，我有乾眼症。那乾眼症，我的做法就是我每天晚上都會用，有一個儀器，它可以幫我熱敷。我覺得很好，我觉得很好。那你說你是吃魚油？对，吃魚油也可以解決嘛？對，那當然我看電腦時間可能沒有像寶傑哥那麼長因為我平常是面對患者，所以我沒有10個小時面對電腦。對，所以基本上這一關我是過了，但是另外我是用魚油來去幫助了乾眼症。好，那你講到魚油的時候，很多人講說，我眼睛如果不舒服，我就要吃保養品，什麼葉黃素啦，什麼有的沒有的啦。我吃保養品有用嗎？吃保養品我必須說，如果是為了要治療疾病，是很難有用啊。那魚油當然對我們的乾眼症是有幫助的，這是有幫助的。好，那我們的葉黃素它其實提供一個保護的機制，它算是眼睛的防曬機制，讓我們的眼睛盡量不要受到這些 UV，還有我們的
藍光的一個傷害。那可是長時間到底有沒有效果？但我覺得有吃有保佑啦。那你說大規模統計過去以來是在那些已經有病變的病人身上，它會有延緩退化的效果。對。而在正常人呢，到底有沒有預防的效果？目前還沒有辦法有大規模統計出來。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覺得有吃有保佑啦。有吃有保佑，对，那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心理作用目前還是因為沒有大規模統計，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說，以醫生的角度，心理作用大於實際作用。對，好，那比如說台灣語言講嘛，講枸杞，對，明目養肝，對。那有沒有東西說有人講吃中藥？就像您的醫生，比如說講，你說魚油有用，好，那葉黃素當然還好像還不太講，就魚油、葉黃素或者今天台灣人講我們講枸杞，對，這根本不好。我覺得 OK 啦，我覺得適量，也不要說現在就是這個月猛吃這樣子。我們說平常偶爾可以吃一下，我就對。那葉黃素的話，我們可以把它當成說就是保養的，就是像我自己平常的，如果開刀那一天一整天都在開刀，我們面對顯微鏡的時候呢，一整天都在看顯微鏡強光的時候，我自己就會吃。那這時候我會覺得燈光比較柔和，對，所以它是有這樣保護效果的。对。那如果就營養素部分呢？比如說，有人講說我要吃 B 啦、吃 C 啦，或者什麼東西的話，像維他命 C 跟維他命 E 就是抗氧化的食物。那另外鋅的話，對我們的視網膜是有幫助的。那花青素對我們的血管的循環也有幫助。所以這些，但是事實上這些現在目前都有一個整合的整個配方啦，所以大部分都會把這些融入在裡面啦。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保養，我們就買一盒葉黃素，然後保養這樣。但這絕大部分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從天然的食材補充，因為我們只要想。我們今天這個禮拜要吃一道彩虹，各種顏色蔬菜都要吃，其實這些營養素都包含在裡面。好，那接下來就是那營養素要怎麼吃？比如說我今天養肝，有人說要反正有什麼顏色，各種顏色，我如果今天對我的眼睛覺得我要保護的話，對，我要多吃菜呢，多吃花椰菜呢，多吃橄欖菜呢，像深綠色的，還有黃色的这些的都會是好的。深綠跟黃色，對。但是我覺得各種顏色都吃，就至少5種顏色，一個禮拜吃到5種顏色的蔬菜這樣子。對，真的有幫助吗？有幫助，多吃蔬菜，各種均衡的蔬菜這樣就好。但像我們的橄欖菜這些都有幫助。因為我本身不會做菜啦，所以基本上我也沒辦法指出來菜名。但是基本上我就看出各種顏色都有就好，就是生菜沙拉是最好的。可是因為台灣人不喜歡吃生菜沙拉，對，所以基本上就是各種顏色蔬菜都包回來煮這樣子就好了。對，好，那如果說剛剛我們講到的，你要去保護你眼睛，然後呢，你要剛剛小心的你的這個視野。中間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我為了擔心白內障，我不能有光線直射，光線不能直射，所以呢，我要去戴這個墨鏡。那這個那戴墨鏡其實很多人講，那有很多學問。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顏色？我到底要什麼樣的太陽眼鏡？怎樣的狀況下？那有人講說，那我出去帶個傘呢？我帶個傘對我的眼睛，帶個傘也有幫助，也有幫助。帶傘也有幫助。對，只要我們的紫外線不要直射就有幫助。那我們戴的墨鏡的顏色其實也有一些幫忙啊，就比如說。但全黑的或灰色的這些一定是最有幫助的，越深越好嘛，越深越好。那但是呢，越深我們看不到路嘛，有些人就開始用顏色嘛。那顏色的話，以前的阿公派的就黃色的這種子，那其實也是很不錯的，哦。那最不好的就是那種，就是擺在架上面那種，就是炫的那種的紅色啊，那種藍色那種的，就是比較不好。哦，對，紅色跟藍色那種就進去，因為光線透過去會比較傷眼睛，那種就比較不好。但是其他顏色像黃色啊。這些的其實啊，褐色啊，這些其實越老派的，越不錯，越不錯。對，所以我也覺得我戴了一個藍色的眼鏡很炫，然後出去那個比較不好，那個不好。對，紅色跟藍色這種比較不好。它是講不能隔絕紫外線嗎？它的效果還是有隔絕紫外線一定有，但是進去眼睛的光線比較不好。對。好，那最後就是我們講我要治療了嘛，哈，是治療現在就是。像我已經很多朋友都已經做白內障了，是。那白內障會有一個問題是，我需要選好的白內障，好的這個水晶球嘛？因為很多人就很頭痛是，而且我的白內障做完以後，你就說，我就可以把我的近視老花一次解決嗎？對，其實現在的科技真的很進步，就是進去這個水晶體呢，它其實有很多功能。那我們其實把它分為極端來講的話，我們要極度的銳利，還是要極度的方便？因為這就景深延長的效果。什麼叫景深延長呢？就是說，我們如果說是一個單點，我都把它說這個景深如果很窄的時候，就像我們用單眼相機拍一朵花，那這朵花很鮮豔，那可是前後都模糊，這叫景深很短，就單焦點就是這樣子。那如果說是多焦點、長焦段的，或者是全焦段的，那它這時候可以從
花可以看得到，然後呢，我們的價錢可以看到，後面站着也可以看得到，後面牆壁上是幾點幾分可以看得到，這樣全焦段。可是呢，就用傻瓜相机拍出來，就 OK， 但是不是很漂亮。但是呢，就你的景深有没有？对，景深很長，可是就沒有那麼銳利。对，所以我們要追求銳利，還是要追求方便？我們人生要做個取捨哦。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取捨。所以我的水晶球可以選擇我的景深。对，你要選擇我的窄的還是景深長的？那景深窄有景深窄的好處，像有些人是夜間駕駛，他遠的一定要很清楚。那這時候景深窄的對他來講就很有幫助。那如果這個人是阿公阿嬤，不是阿公阿嬤，那大概退休了，那他每天遊山玩水，他去泡溫泉不想戴眼鏡，他去餐廳吃飯不想戴眼鏡，他看電影不想戴眼鏡，那這時候他不需要太銳利的視力，那他就可以選擇這種長景深的。或是全焦段的，讓他眼睛是方便的，那他就可以去遊山玩水，就不用找眼鏡出門。原來不同水晶球有不同人的適用。对，看追求銳利還是追求方便，這剛好是兩個天平。那我們就要跟醫生討論說，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慣，還有他，但是也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裝啦，就是說我們要看自己眼睛的狀況來去選擇，因為有些人就先天的角膜、先天的黃斑部沒有那麼健康，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不能夠裝全焦段的，我們只能夠選擇單焦點的，对，讓它焦點集中，不要再用太複雜的光學在他眼睛上面的。那我現在的白內障的這個手術已經看起來已經非常安全了嘛？那個而且它好像時間也非常短嘛。對，那白內障其實是安全說，但是不是絕對安全，就像我們坐飛機一樣，飛機還是會有問題啊。所以我比如說，像昨天有一個患者來，他另外一隻眼睛可能之前曾經發生那種幾萬分之一才會有的一個手術中發生問題，那這個就是每次手術其實對眼睛對身體就是一個壓力測試，對，那所以我們能夠在最快速的時間裡面把它開完，然後有經驗醫師把它開完，這是最好的。那就像我們要找好的航空公司、好的機師，對，那這樣旅程就輕鬆。但是如果我們的飛机也沒有在檢測，這基本上就是我們一定是安全至上啦。那可是一定還是會有一點點風險的。那怎麼樣選擇讓我們可以在最安全的，然後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這很重要了。好，那我們剛剛談就是，因為眼睛很多東西就是它是不可逆的，你的唯一可以及早的治療，及早的發現，你要趕快偵測你的眼睛的這個安全那個什麼健康程度，然後及早治療，讓你的這個眼睛不要及早的惡化。那這個其實你的眼睛其實就夠用，可能跟到你過世那些你都夠用。對。可是好，那現在這個眼睛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我怎麼樣平常保養？我們剛才談到一個，就是我的乾眼症，我可以用熱敷。那有人講說，我看一看呢，我要遠中近。像我有一個朋友，我們就傅賀林傅老師，不知道您認不認識？就是他眼睛保養得非常好。是，他現在當然年紀比我大很多，他沒有老花，眼睛非常好。他就說他看一看，他要看遠山，對，他會遠中近，他隨時要遠中近的看距離，對，就是說20，這有幫助。對，沒錯，就是說我們要遠，因為我們平常看電腦看太久的時候，我們會把我們的肌肉僵硬在那邊。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肌肉僵在那邊的時候，我們調節力變差，所以我們平常呢可以做一個動作來去鍛鍊我們的老花眼，就是我們眼睛看遠方6公尺之外，就是等於20尺之外的東西的時候，那這時候眼睛最放鬆的。那這時候呢，20公尺。6公尺之外就20英尺，20英尺，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寶傑哥講的20，這是從美國來的20，就是20分鐘，然後要休息一下，看向20尺遠的東西，是6公尺，對，6公尺，然後呢要刻意眨眼20下這樣子啊，刻意眨眼休息一下這樣子，對，要這樣眨眼，所以呢就是那時候這個20這樣來的。好，那6公尺之外，那我們再往內看到我們大拇指，看到這樣哇，看到鬥雞眼的時候，看到模糊的時候，再往外看到牆壁上的東西的時候，那再看回來，這是做一個老花的肌肉鍛鍊。对啊，对我們鍛鍊這種看微小東西的能力，這樣子，要這樣這種眼睛的肌肉鍛鍊，這樣子，這樣子有幫助。因為我們平常會就是一個固定距離、固定的時間，然後眼球就那我現在要學的時間就是把它盯到最大，因為我們平常固定距離那個只是一個肌肉僵化而已，但是我们要怎麼樣讓我們肌肉變壯？我們要去做重量訓練啊，所以我們平常只是搬東西不會變壯嘛，可是我們要做重量訓練才會變壯啊，所以我們對焦肌肉才會這樣變壯。對，所以我的眼睛的肌肉也需要這樣的訓練。對，它會變壯，但是還是有它的極限的。我們60歲要像20歲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有它的極限。那有人講說，我眼睛這樣閉着，然後呢左轉20圈，右轉20圈。是眼外肌，當這個是眼內對焦肌肉啊，這個是眼外肌，眼外肌也很重要。
因為這樣眼睛才會靈活嘛，還是靈活有神，而且就我們起來就動一動的時候，順便這樣身體也動一動，這樣上下左右轉動一下，這樣像大會操一樣這樣。是。好，那像因為我是在3個月左右，我就要回診一次。回診一次以後，我就看，其實回診前的我都會有很多開刀的，他們要先回診。對。那現在當然我眼睛現在都可以透過開刀來解決，還是說不管雷射或什麼的，其實有些問題是你沒錯，因為這個眼球呢像相機一樣，相機有些零件是可以換的，有些零件是不能換的，像鏡頭白内障可以換，可是像黄斑部不能換，這底片還不能換吶。那視神經不能換吶，對啊，視網膜掉下來，视网膜不能換吶，所以這些還是要預防勝於治療，對哦，因為不可能換一顆眼球，因為病人說啊，我開刀時候把眼球挖出來，沒有，你只能夠就單純的一個零件去置換的，不可能把整個眼球換一顆新的給你啊。對，好，那好，如果我們這樣講，如果我現在要保養我的眼睛，因為我觉得眼睛現在的這個疾病越來越多，特別台灣人的這個的高度近視越來越多，我作為一般人，對啊，就特別是。我覺得從40歲開始，你作為醫生，你看了那麼多，我到底平常要怎麼去注意？我要怎麼樣去小心？我怎麼樣去偵測我的眼睛？我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我馬上就要去看醫生，然後來保護我自己。對，其實我覺得我們大概每年都要一次定期健康檢查，每年眼睛的健康檢查。眼睛健康檢查包含說，我們平常只是這樣散瞳檢查，這散瞳檢查已經算是夠精細了。但是呢，我們能夠做到眼睛的斷層掃描更重要，因為就像寶傑哥的視神經。應該就斷層掃描掃出來說啊，有一點退化這樣子。然後黃斑部病也是一樣，黃斑部病我們只是看表象說，哎，這個人糖尿病有沒有問題或什麼的，可是它表象，可是呢，深層的血管可能已經開始有問題了，或者是像有些老年性黄斑部病變的時候呢，深層血管已經開始有一些新生長出來的狀況的時候，這些都要用斷層掃描才能夠掃描出來啊。所以我們變成說，除了說要散瞳檢查，要眼底攝影，那最重要是要我們的斷層掃描，這是新一代的檢查這樣子。然後呢，我們大概就是不要在夜間滑手機，夜間滑手機這樣對眼睛很傷。然後呢，我們平常看電腦的時候，要每25分鐘休息5分鐘，要盡量遠離電腦，因為電腦其實對我們眼睛很傷。所以現在很多的眼科疾病，就很多的眼科症狀，每個坐下來，我都先問他，你一天用多久電腦？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眉頭深鎖，這樣很不舒服的進來的。其實他們眼睛模糊都是因為電腦症狀來的。對，我就說你現在出國玩1個禮拜，你什麼症狀都解了。就是這個就是眼睛的電腦視覺症狀就這樣子。對，所以就要把電腦問題給，你要適當的來修。要適當，尤其像我們有些時候在加班的時候，或是我們以前是最常看到會計師，會計師那種在季底要結賬的時候，哇，忙個3天3夜，就接下來就來眼科報到了。對，眼睛太疲勞了。除了眼睛的部分，我才聽你講，還知道說，原來會衍生很多的麻煩。比如說，老人家的眼睛不好，是他就會跌倒，对，他就會出現我們很多意想不到的狀況。沒錯，像我上個月幫那個黑勇老師開刀，大家都認識黑勇老師，那開白內障，事實上他半年前就先預約要開白內障，可是呢，在開刀前幾個禮拜他就摔倒了。摔倒了，其實他是因為看不清楚，在家裡面摔倒，結果又坐輪椅坐了半年之後，現在才來開刀。開完刀之後才發現說，原來以前應該可以看得這麼清楚，對，原來以前都是這樣摸索的開始看路的，對，所以很可惜。所以其實我們早點解決眼睛的模糊問題，其實可以避免我們後面很多不小心的跌倒或不小心的一些意外的事情。因為我对這個感受很深刻，你知道，是因為我以前胸椎開過刀，我後來我才理解說，原來我的平衡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跟我的胸椎的本體神經。那我當时在做檢查的時候，我的医生做了一個很妙的檢查，就是判斷我的神經有沒有受損。他叫我站着，眼睛閉着，我就開始晃。我的眼睛只要一閉着，我就開始晃。那我的醫生告訴我說，因為我的本體神經已經壞掉了，所以我要靠我的耳朵、半規管跟我的眼睛做平衡。也就是說，當我的眼睛不好了，我的平衡感是會喪失的。對，眼睛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很多動物眼睛都是很大顆啊，人類也是眼睛每天都要用的，所以眼科醫師就是最吃信任值，就是所有的眼科病人他們都要找到最好醫生，他們都要等好久都能到，所以像寶傑哥每次一排就會排很久，对，因為大家都想要，就是眼睛實在太重要，每天都24小時1整天都在用，所以都想要維持它，所以真的定期檢查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我們不斷的強調說，現在對台灣人來講，我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高齡化的社會。我們現在呢，男性大概都80歲，女性到82歲，這個年紀可能會越來越高。現在已經不是要活得老，現在要活得好。現在我們台灣平均臥床的年齡可能就是8年以上。可是更可怕的是，如果你的視神經、你的眼睛出問題的話，你的未來、你的生活品質會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院長來討論，就是說你要很早的去，你要去偵測眼睛，很早的去治療，很早就讓它去不要再惡化。就算你今天有青光眼，就算你有黄斑部病变，今天就算你今天飞蚊症非常嚴重，你只要及早治療，对你未來的生活都會有幫助。謝謝院長，謝謝寶傑哥，謝謝寶傑哥，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